大家好，欢迎收看能够帮助你更了解辅国文化的小不列颠为什么。今天我们聊的是英国女王驾崩以后。我知道死亡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放眼望去，很多东亚文化中对个体的死亡都会刻意回避，更何况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和普通人死后尘归尘土归土不同，君主的生老病死一直都是牵绊着整个国家的重大事件，小到影响民众的情绪，大到影响全球经济。可能会有人问，你又不是英国人，你有什么立场去谈论英国女王的命运呢？或者是你怎么就知道英国女王去世后会发生什么呢？请各位放心，今天我讨论的所有事情并不是我一个人不怀好意的猜测，而是英国已经有着相应的计划。这个计划虽然没有明确的官方放出，不过确实也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不是很容易放出这个计划了。但是无论是通过伊丽莎白女王的父亲乔治国王6世去世后的安排和其他线索，还是通过不同媒体之前的报道和公开发言，这个计划的存在几乎已经是一个半公开的状态了。而这个计划就叫做 Operation London Bridge 伦敦桥计划。在节目开始之前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大家对我视频中使用的资料感兴趣的话，我会放在视频的末尾，你也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中回复关键字伦敦桥计划来获取它们。如果各位有什么想了解的英国文化社会相关的话题，也欢迎通过弹幕和留言来告诉我，说不定下一期视频就会讨论你感兴趣的话题呢。最后也麻烦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的频道，为我素质3连，鼓励我继续做下去，谢谢。那看过英剧 The Crown 的朋友一定对这个词不陌生， Hyde Park Corner。这一句 Hyde Park Corner 正是现任伊丽莎白女王的父亲乔治国王6世去世时候的代码。这个代码不仅仅是通知收信人君主驾崩的消息，也代表了一系列紧急预案的接连发生。对于伊丽莎白女王来说，她过世的代码 Operation London Bridge 最初的制定可以追溯到1960年，也就是她登位后没过几年。这个代码小心翼翼地规划了女王去世后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并且每年都会经过数次的修订。而事实上，英国每一个地区的君主都有着应对他们离世的代码，例如用于爱丁堡公爵葬礼计划的 Operation Forth Bridge 福斯桥计划，以及用于威尔士亲王葬礼计划的 Operation Menai Bridge 梅奈桥计划等等。而英国女王的离世作为一个国家级的事件，自然会对英国的各行各业产生极大的影响。那我们今天就从女王去世的那一刻开始，来看一看伦敦桥计划是怎么安排的吧。女王去世的第一时间，她的私人秘书会通过加密通话的方式通知英国首相。没错，女王的家人并不是第一时间收到消息的人。接下来，藏匿在伦敦某处的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则会将消息传达给所有英联邦国家和王国成员，然后才会通过密电通知各国政要。白金汉宫也会有穿着哀悼服装的人在门前放出讣告，一场全国性的哀悼也由此开始。与此同时， BBC 会第一时间收到紧急通知并启动紧急预案，其他媒体稍后也会陆续收到通知。广播和 BBC 的所有频道都将暂停当下正在播放的节目，转而插播紧急新闻。新闻播音员也会换上象征最严肃场合的黑色西服领带，广播也会播放很久之前就准备好的哀乐播放列表。这一系列关于女王去世的新闻也将会在各种媒体上滚动播出数周之久。但是面对如此突发的事件，新闻和媒体需要怎么样报道呢？又怎么样能确保这个报道能够持续数周呢？其实英国的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早就以鲁滨逊太太作为新闻中的代号，进行了很多次女王离世的演练，准备好了能够支撑数周的报道内容。等到那一天真的来临，他们只需要将已经准备好的稿子悉数放出来就好了。在同一天，英国将会降半旗致哀，媒体也将会来到白金汉宫的门前，按照预案手册上已经安排好的位置和规定好的步骤完成新闻的播报。英国议会也会紧急集合，而王位也将会立即传给女王的长子查尔斯王子。不仅如此，英国的股票市场、公司和商铺也都会在当天停止营业，以表示哀悼。女王去世后一天，降半旗结束，查尔斯王子会发布自己的即位演讲，政府和君主也会在海德公园用发射大炮的形式来表达忠诚。这之后，作为新任的君主，查尔斯国王立刻会出访英国的各王国首都，包括苏格兰的爱丁堡、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和威尔士的卡尔蒂夫。
这期间，直到女王葬礼前 ，BBC 的所有喜剧类节目都会停播，取而代之的是各类和女王相关的纪录片和影片资料。女王的棺椁也将会从白金汉宫被护送至西敏寺的大厅，也就是国会大厦。女王的棺椁将会在这里停留4日，且国会大厦也将24小时开门，英国的民众可以排队进入来瞻仰她的仪容。女王去世后10天，真正的葬礼才将正式开始。这场葬礼将会持续数日，且这几天将会是全国的公共假期。这也意味着伦敦的证券交易和公司将再次停工。在葬礼当天的早上11点，大本钟将会准时敲响，女王的棺椁将会被抬至西敏寺教堂，大约会有2000名人士受邀参加女王的葬礼。之后，女王的棺椁会被运往温莎城堡，然后是圣乔治礼拜堂，和她的父亲乔治6世埋葬在一起。此外，英国各地的教堂和体育场也有可能会作为哀悼场所为公众开放。由于现在英镑上画的是英国女王的肖像，所以在女王去世后，皇家铸币厂也将会重新印刷新版的印有国王肖像的货币。如今英国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大约有30多亿张，如此大规模的货币更新当然不会在瞬间发生，所以将会有一个渐渐取代的过程。更何况将英国女王的肖像印在货币上的不只有英国这一个国家，而是有35个国家，都将会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一次不小的冲击。现在英国的国歌天佑女王 God Save the Queen 也将会被再一次修改成天佑国王 God Save the King。因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待机时间真的是太长了，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办法预估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葬礼和商业停摆会产生多大的经济成本。最近一次英国王室的葬礼是戴安娜王妃去世时，仅仅是她葬礼这一项的花费就达到了大约1000万美元，这还没有算上葬礼之外的开支和影响。所以有人预估，女王去世后造成的一系列开支和停摆造成的经济影响大约是数十亿英镑。女王的离世除了会给英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外，也有可能会产生蝴蝶效应。不过按照女王的身份来看，这可能已经不是蝴蝶效应，而是大象效应了。她的离世一定会对世界各国各行业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产生影响，例如在许多英联邦国家中发酵的脱离英联邦的讨论，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实现，对英国的国际地位产生影响。因为在女王还在世的时候就开始规划她的身后事，乍一听上去是一个很无理的事情，所以也有人在网上提出，女王也是一个人，像规划火车到站时间一样来规划她的身后事，对她极为不尊重。但也不得不承认，有了这样缜密的计划，才可以保证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切都准备就绪，才能够按照计划逐条进行，避免了慌乱和手足无措。保证女王可以有尊严的离开，保证英国可以有尊严的完成王位的继承，才是对国家和人民最尊重的决定吧。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呢？欢迎大家来发弹幕和留言讨论。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会将视频中用到的资料都放到视频末尾和我的微信公众号中，大家可以去回复关键字伦敦桥计划来获取它们。如果各位有什么想了解的和英国文化社会相关的话题，也欢迎通过弹幕和留言来告诉我。最后再次麻烦大家为我素质3连了，那就这样，下期见，拜拜。